都说虎落平阳被犬欺，一向嚣张跋扈的华妃被降为答应的时候，为什么没人敢搞她呢？第一点，华妃平时出手大方。要问宫中谁最大方，华妃敢说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虽然剧中沈眉庄赏过苏培盛一把金瓜子，但是当初皇上让沈眉庄学习管家事时，沈眉庄曾提出粒菜减半、粒银少发的办法。这个举动一出，宫中人人抱怨，所以当沈眉庄陷入假孕风波被禁足时，内务府不仅苛待她，甚至还有人想她死。这里早已不是昔日的弦月阁了，但你尚有位分，这那些奴才未免也太过分了。可见宫中的下人大多都是势利眼，只要有油水漏，就恨不得把你当菩萨供着。因此当华妃这个家里有钱有势的富二代拿着他的私房钱补贴下人的福利和工资，下人们肯定跟看到了亲爹似的。宋芝，拿些银票去，各宫都吃得苦，给那些宫女太监们补贴点油水。所以哪怕年假倒台了，富二代华妃也被降为答应，没钱没势，但是好歹华妃以前给人谋过福利，发过工资，但凡有点良心的人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第二点，华妃武将出身，不怒自威。虽然说华妃被降为答应，封号也没了，但华妃总归来说也是武将出身呐。尽管如今落魄了，可身上那份英气还在。就连遇见初入宫便占尽风光的瓜六，华妃不仅没有吃亏，反而还气哭了瓜六。曹贵人告发华妃之后，皇上和太后商量如何处置华妃时，皇上是这么说的：儿子与世兰到底是多年的夫妻，总有恩情在，许多事也是儿子对不住他，只要他不再生事，儿子日后会给他个贵人的位分，让他好好养在宫里。华妃落魄了，还能得到皇上一句夫妻一场，可见华妃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之重啊。如果说皇上和太后的对话属于内部消息，下人们无从得知，那么从华妃被降为答应时，皇上又是让华妃继续独住翊坤宫，又是让宋芝留在华妃身边伺候。那和年答应一起的芝答应又该如何处置呢？随他去吧，就还做宫女伺候年答应。可见皇上不仅没有处死华妃的念头，甚至还想挑一个好日子，再找个好理由升华妃的位分，好好养着。宫中人人都知，落井下石是要落在那些再无可能翻身的人身上。像皇上对华妃这种态度，随时有可能复宠，谁还敢送命似的去欺负华妃呢？更何况华妃在长街上对了瓜六之后，瓜六泪眼朦胧，惨兮兮的向皇上讨个说法。可是皇上对这件事的态度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年答应脾气不好，你别理他。皇上偏心，明明说尊卑分明，可一听年答应就不管了。很明显，皇上根本不想处置华妃，可瓜六听不懂皇上的话，一个劲儿的讨说法，最终被皇上随意敷衍了事。很快瓜六哭诉未果，皇上偏爱华妃这件事传遍了河宫上下，这也就摆明了皇上铁了心袒护华妃。这种情形只有中套的曹贵人敢进言杀之。但是华妃身在妃位时给了下人很多福利，加上华妃自身有着强大的气场以及皇上的偏爱，下人们就算是想在华妃落魄时欺负她，也只能是有贼心没贼胆。大胖菊究竟有多遭人嫌弃呢？别看大胖菊身处万人之巅，实际上大胖菊不仅爹不疼娘不爱，而且梅姐姐和拽妃更是不把她当回事儿。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梅姐姐和拽妃有多嫌弃大胖菊。首先咱们来看梅姐姐初进宫时，那时的梅姐姐丝毫不知道这深宫的厉害之处，她对未来充满期盼，也对大胖菊充满期待。于是当梅姐姐成为这批秀女中第一个侍寝的人的时候，她对大胖菊可谓是温柔至极。皇上，听听这一声娇羞酥软的皇上，这搁谁身上能不心动啊？由此大胖菊彻底沉醉在梅姐姐的温柔乡中，又是派花房给梅姐姐送花，又是让梅姐姐跟着华妃学习管家的相关事宜。大胖菊先是送礼又是送权的操作，让梅姐姐这个宫斗小白误以为大胖菊真心对她。
直到华妃联手曹贵人把梅姐姐圈进假孕事件中，梅姐姐清楚这个圈套的厉害，为了自证清白，梅姐姐急忙去翻姜太医给她的药方。不料药方不翼而飞，既没有实战经验，又没有自证清白的证据。一时间梅姐姐百口莫辩，她把希望寄托在大胖菊身上，希望大胖菊能信她，却不料大胖菊一怒之下拔掉了梅姐姐头上的簪子，并且将她禁足在弦月阁。贵人审视，言行无状，若将为答应，敕夺封号，幽禁弦月阁。也就是从这时起，梅姐姐对大胖菊失望了。加上在禁足期间，梅姐姐不仅饭菜被人下了毒，而且她还被华妃设计染上了10亿，接二连三的陷害，让梅姐姐差点死在这深宫中。可这一切大胖菊都不曾理会过，因此梅姐姐对大胖菊彻底死了心。于是当嬛嬛带着刘本为梅姐姐洗清假孕冤屈，大胖菊主动来求和，试图牵起梅姐姐的手时，咱们瞧梅姐姐是怎么做的。哎，怎么着？想牵老娘的手，那可不能够了。当初是你无情在先，现在可休怪我无意了。梅姐姐躲过大胖菊伸出来的手之后，直接将嫌弃进行到底。大胖菊问一句，他答一句，绝不主动找话题，就差把逐客令摆在脸上了。后来嬛嬛与大胖菊离心，自请出了宫。大胖菊心里不好受，跑到安小鸟宫中去吸迷情香，不料吸着吸着身体发热了，人也病倒了。虽说梅姐姐不待见大胖菊，可梅姐姐作为大胖菊的妃嫔，又作为太后最满意的儿媳妇儿，在这个时候她少不了要去大胖菊的宫中侍疾。可是皇帝太不爱惜自己了。你个糟老头子，哪儿来的回哪儿待着去吧。梅姐姐直接扔大胖菊脑袋的操作，可以说是十分嫌弃了。当然，除了梅姐姐嫌弃大胖菊之外，拽妃对大胖菊更是敷衍的不得了。因为拽妃在被大胖菊强行纳进宫之前，已经喜欢上了果子狸，所以拽妃对大胖菊这个扼杀了她希望的人，可以说是心存怨恨，恨不得刀了那种。因此，不管大胖菊特许拽妃在后宫开动物园，还是赏她金银首饰，赐她华贵布料，拽妃都瞧都不瞧一眼。甚至大胖菊跟个舔狗似的，变着花样哄她，拽妃依旧连一个微笑也懒得给。而且我不笑，是我生性就不爱笑。难道拽妃真的是天性不爱笑吗？可拉倒吧，剧情往前看，拽妃看到果子狸时，嘿嘿嗤笑的可欢了。等我闲下来一定去看你。那王爷别忘记了。一定。可见拽妃实在不是不爱笑，她只是不爱对大胖菊笑罢了。除此之外，对于给大胖菊生娃这一块，别人都是巴不得早点怀上龙嗣，母凭子贵，偏偏拽妃她可不乐意了。还没等到安琪拉小分队动手，拽妃总会在每次事情结束之后，悄悄地服下人类幼崽嗝屁丸。瞧瞧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瞅瞅这白眼儿翻的那叫一个六亲不认。拽妃有多嫌弃大胖菊，不言而喻了吧？如果说拽妃只是私底下表现出嫌弃也就算了，偏偏她在大众场合依旧不给大胖菊好脸色，滴血验亲。瓜六搜罗了一票人告发甄嬛淫乱后宫。拽妃听着安琪拉小分队你一言我一语，字字句句要陷嬛嬛于死地。于是拽妃爱屋及乌，为了果子狸，她决定帮忙保甄嬛。而怎么个保法呢？拽妃思索一番，决定先去打野。皇上，臣妾听得头疼，想回宫休息。真正出了名身体不好的懿格殿娘娘还在那儿坐着呢，拽妃来了一句听着头疼就走了，这不是不给大胖菊面子，这是啥呀？如果说这是拽妃救人心切找的一个烂借口，那么咱们看元宵节当天，大胖菊见了百官就到宜修宫中找众嫔妃唠嗑，嫔妃见了大胖菊都规规矩矩的行礼，唯独拽妃不好意思，让一下，老娘蹲累了先坐了啊。哦，忘了，糟老头子还搁上边呢。虽然拽妃这一操作有可能是失误导致的，但是咱们接着看大胖菊让人坐下的时候，拽妃一刻也不愿多站。谢皇上。可见拽妃实在是嫌弃大胖菊啊！要不是碍于大胖菊的身份，估计拽妃连话都不肯和大胖菊多说一句。
《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他3分容貌7分城府，他为了给女儿谋出路，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他就是曹贵人。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曹贵人的城府有多深。当时皇上祖居与甄嬛、曹贵人一起喝下午茶，得知这是果郡王寻来的雪顶寒翠之后，甄嬛原想拍皇上的马屁，结果拍到了马腿上。听着甄嬛又是说果郡王，又是说骑射，不停地在皇上的雷区上蹦迪时，曹贵人小脑袋瓜子一转，立马给甄嬛挖坑。臣妾听闻皇上适才与王爷涉猎，得了极好的彩头，怎的转眼就不见了王爷？想必一定听说妹妹貌若天仙，赶紧走开避嫌去了。听听什么是语言艺术，这就是语言艺术。曹贵人表面上夸甄嬛貌若天仙，实际上是在打造一个男才女貌的 CP。关键曹贵人的重点词放在避嫌2字，这2字分明是在暗示甄嬛和果郡王有猫腻。甄嬛清楚这2字泼脏水的力度有多强，于是立马说自己貌若无颜。皇上的黑黢黢的脸终于露出一丝笑容，表示他对甄嬛这个抖机灵的答案感到满意。而曹贵人则剥了一颗葡萄递给皇上，结果皇上无视了曹贵人，反而让甄嬛喝茶。虽然这里给人感觉曹贵人十分尴尬，但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曹贵人递葡萄的目的并不是让皇上吃葡萄，而是想试探一下皇上的怒气值。瞧着皇上还是对自己安利的甄果 CP 介意时，曹贵人清楚是时候正式挑拨了。臣妾听闻皇上当日初见婉贵人，为怕妹妹生疏了，便假借17爷之名与妹妹品箫弹琴，这才成就今日姻缘，当真是一段佳话呢。很明显，曹贵人表面上是在陈述事实，实际上这些话在疑心深重的皇上面前变了味儿。说什么皇上是怕生疏才借了果郡王的名义，往白了说，曹贵人的意思是皇上跟甄嬛不熟，而果郡王跟甄嬛熟。其中曹贵人还把皇上和甄嬛结缘的原因全都归到果郡王身上，这让皇上怎么想？原来甄嬛跟我在一起是把我当果郡王了，因此皇上的怒气值继续上涨。然而曹贵人要搞的事情到这儿还没结束呢，因为甄嬛和果郡王还没有正式见过面，所以曹贵人借着皇上疑心的毛病再次挑唆。何况这位大梅风流倜傥，朝中多少官宦家的小姐都倾心不已，日夜得求亲近。妹妹，想必妹妹在闺阁之中也听闻过17爷的盛名吧？曹贵人这是要把甄嬛往死里推呀！别看曹贵人只是说京城女子爱慕果郡王，实际上这话也是在变相的说果郡王也是甄嬛少女时期的梦中情人。因此皇上和甄嬛双双脸色大变，曹贵人瞧着目的达到，立即找借口逃离现场，给甄嬛和皇上腾出了吵架的空间。事后甄嬛和景熙说起此事是这么说的：幸好皇上信任我，否则3人成虎，我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可见曹贵人这番话的杀伤力有多强，要不是甄嬛是后宫最强辩手，指不定真如他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了。第二点，曹贵人设计陷害甄嬛，顺带捞了华妃。温宜公主生日宴当天，曹贵人设计了惊鸿舞这场戏，让甄嬛入坑。就连齐二哈都知道，如果甄嬛跳得不好，那丢的不仅是自己的脸面，更是皇上的脸面。如果甄嬛跳好了，那便是对纯元皇后大不敬啊！所以这支惊鸿舞，不管甄嬛跳得好与不好，都是错的。可见曹贵人铁了心要把甄嬛往坑里推，却不料甄嬛凭借着强大的女主光环，不仅有沈眉庄帮忙伴奏，还有安陵容伴唱。中途还插进来一个果郡王吹笛伴奏，最终甄嬛跳出了心意，让皇上刮目相看。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表面上甄嬛赢得了掌声，赢得了圣宠，可说到底还是因为奸臣效仿梅妃才脱困的。要是果郡王不扯出梅妃这回事儿，甄嬛还是会背上对纯元皇后大不敬的罪名。而曹贵人的操作还没完，瞧着整甄嬛这一招还没有顺利得手，曹贵人立即展开备用方案，让华妃这个文盲背起梅妃的楼东赋。而皇上又特别吃有文化这一套，瞧着自个儿那书读的不多，顶嘴倒快的老婆竟然能在众人面前说出这么多东西来，皇上立马把华妃从冷宫中拎了出来。事后甄嬛戳穿曹贵人的计划是这么说的：姐姐聪慧，自然知道没有惊鸿舞就不会有楼东赋。
梅妃含情所铸的楼东赋没有能使她再度得幸于唐玄宗，倒是华妃娘娘感动了皇上。可见曹贵人实在是有计谋，他清楚只要有了惊鸿舞，华妃再备楼东府，那么不管甄嬛如何，华妃一定能东山再起。第3点，曹贵人悄无声息地引沈眉庄入坑。曹贵人与甄嬛交手过后，便觉得甄嬛不好对付，于是曹贵人把目标转向了沈眉庄。在对付沈眉庄这件事上，曹贵人明显更轻松，因为宫中女人都想要一个孩子傍身，后期的拽妃除外，所以曹贵人利用这一点，一步一步引沈眉庄上钩。先是安排姜太医给沈眉庄能生孩子的药方，接着又安排沈眉庄的老乡刘本接近沈眉庄，最后再摆一场鸿门宴，上一碗酸梅汤，里饮。有没有感到慵懒等等？要不是后期曹贵人太心急，也不会这么快被太后和皇上联手送上西天。《甄嬛传》中，皇上到底爱不爱华妃？细数他俩的过往，大概是爱的吧。如果说纯元皇后是皇上心中的白月光，那么华妃就是皇上心头上的朱砂痣。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上爱华妃爱在哪儿。第一点，皇上在王府时就盛宠华妃。虽然剧中没有刻画华妃在王府的画面，但华妃死之前曾和甄嬛说：“王府里那么多女人，个个都怕他，就我不怕。他常常带着我去策马，去打猎。他说他只喜欢我一个人。”可见华妃并不是空有美貌的花瓶，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她还有别人没有的技能。在一群娇滴滴的大家闺秀面前，华妃活得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有活力。所以痛失纯元的皇上在看到华妃之后立马满血复活，因为和华妃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所以皇上在王府时就独宠华妃。称帝入住紫禁城之后，皇上更是盛宠华妃。虽然皇上也清楚华妃性子嚣张，但皇上一直相信华妃的心眼儿不坏。就算华妃做了种种戕害嫔妃的事儿，皇上为了洗白华妃，强行都把罪名扣到了曹贵人身上。施兰的本性不算太坏，许多事还是香嫔在背后出谋划策的缘故。可见皇上实在是被爱情蒙了眼，怪不得华妃下线之后，皇上看到叶澜依在驯马，立马强纳了她。大概是皇上想到了华妃骑马的模样吧。第二点，皇上有愧于华妃，因为年羹尧的关系，皇上害怕一旦华妃生下阿哥或公主，前朝后宫联合会威胁到自己，于是皇上利用端妃害了华妃腹中的胎儿，而且还独自赐华妃加了麝香的欢宜香，导致华妃不孕不育。对于这2件事，皇上心里一直对华妃有愧，所以当华妃害甄嬛小产，跪在地上哭着说：“臣妾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怎么可能如此心狠呢？皇上。”瞧瞧皇上的神情，或许是想到当年自己害了华妃的孩子，皇上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他不忍心去责罚华妃，可为了给甄嬛一个说法，他还是禁足了华妃。禁足期间，皇上思念华妃。第3点，皇上屡次摆明自己和华妃的情分。甄嬛怀孕期间，皇上在碎玉轩和甄嬛唠嗑，唠着唠着，皇上说了这么一嘴：“朕若不做这个皇帝，只是个富贵王爷，有皇后这个贤妻，你与施兰2个美妾便足矣。”明眼人都知道甄嬛与华妃不和，皇上当着甄嬛的面这么说，除了甄嬛觉得膈应之外，还说明华妃在皇上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除此之外，当华妃被曹贵人告发，太后询问皇上怎么处置华妃的时候，皇上还心心念念着自己和华妃的情分。儿子与施兰到底是多年的夫妻，总有恩情在。听听这重点词儿，多年的夫妻。要知道，皇后作为中宫，活了一辈子，得到的是死生不复相见。甄嬛陪皇上经历了风风雨雨，最后得到的也只是重要的人。在外人看来是个花瓶，啥也不会的华妃，到头来还能得到皇上夫妻一场的情分，这还不能说明华妃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吗？最后，咱再来看安陵容怀孕封妃时。甄嬛为了膈应安陵容，特意让皇上给那些去世的嫔妃加封。皇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华妃。年羹尧与隆科多都已伏法，朕也不想落个苛待后宫的名声，就封华贵妃为皇贵妃吧，也算是尽朕的一份哀思。
这大概就是刻在 DNA 里的思念吧。对他人来说，华妃坏事做尽，是个恶人，但对皇上来说，华妃却是不一样的。华妃会按照皇上的喜好布菜，皇上今天多吃哪道菜了，少吃哪道菜了，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华妃敢对皇上使小性子，敢冲皇上说今晚要是走了，就别想再进翊坤宫的门。或许就如甄嬛所说，皇上大抵爱过华妃，但这些爱都被华妃耗尽了。因为华妃有军方背景，注定她不能有孩子；因为年羹尧功高震主，注定皇上容不下她；因为皇上爱权势高于华妃；因为华妃心气高，不愿苟活，所以注定了他们只能走到这一步。如果皇上是一名寻常公子，华妃也只是一名寻常女子，大概他们的生活也是鲜衣怒马，好不快活。已经清清楚楚表明了自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三阿哥有这个机会啊！毕竟三阿哥能让14书出来的话，你14书出来了，太后的病就能好了吗？空中人人都知道大王爷人在宗人府，而从天上来。传旨，同时为人，断不可留。相处时间中，四阿哥能把他所接收到的那些零碎消息拼成一个个完整的人格，最后再利用每个人的弱点进行精准打击，这里边需要多么缜密的心思，可想而知，四阿哥实在是太不简单。